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2月4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啊。好，等我一下哦。好，那么天气开始慢慢变冷了，对不对？在你们的国家，现在温度有很低吗？现在有下雪吗？在台湾呢，虽然冬天已经到了，但是我觉得感觉不像冬天，感觉还很暖和啊，是有一点凉啊，但是没有那么冷。所以在你们的国家冷不冷呢？因为冬天已经到了嘛，12月就是冬天了啊。好，那么如果在你们的国家冬天很冷的话，记得要穿外套，要记得保暖哦。好 ，Hello，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来学习3个词汇。好，第一个叫做发放，跟我念一遍啊，发放。第二个发怒，发怒。第三个发起，发起。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做很多题目，来练习一下这3个词汇有什么不同啊？好 ，OK， 我们先看一下发放哦。发放是什么意思呢？发放是把物品、金钱或者资料分送给许多人。什么叫分送呢？分送就是你手上有很多东西，你把它一个一个的分给别人，这个叫分送 （distribute）。那所以发放可以发放的是物品，特别比如说有灾害的时候，有很多受害者或者有很多灾民，那我们会把物资把一些赈灾的物资分发给他们，可能是衣服，可能是食物，分发给一些灾民，所以这个也是分发，把你手上的东西、物品、钱、物资或资料一个一个发给别人，这个叫分发分发。好，所以呢，不是叫发放其实你也可以叫分发分发也是另外一个意思差不多的词汇哦。好，分发，好，你也可以用这个词汇。好，用分发也可以。发放是比较正式的表达发放是比较正式的表达，你也可以用分发，也可以，意思差不多好，发放，发放好，老师再念一次它的意思：把物品、金钱或资料分送给许多人。好，许多人可能这个对象可以是学生，可以是人，可以是灾民可以是受害者，都可以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句子：老师正在发放比赛的奖品。捐不是捐的话表示你把东西给别人，但是你不收钱把东西给别人，你不收钱，你不要求要有钱，这个才叫捐。分发发放强调的是把东西一个一个的发送给别人，一个一个发送给别人不是捐的意思不一样发送也可以用发送也可以，所以这个词汇有很多同义词老师刚刚说的分发分送、发送都可以，他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各位同学，你看到这个照片就是这些学生都在比赛中名次很好，可能有的人得了冠军，有的人得到了季军、亚军、季军、第2名、第3名，所以呢，老师会发比赛的奖品，一个一个的发奖品给他们好，所以这个发送、发放的意思就是把东西一个一个给别人好，老师刚刚说的冠军在一个比赛中你得到第1名，那你就是冠军。
在比赛中你得到第2名，你就是亚军；在比赛中你得到了第3名，那你就是季军哦。秀珍说前几天泰国南部发生了大洪水，所以呢，政府把东西发放给灾民，可以这样用，政府把物资、把东西发放给灾民，没问题哦。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叫发怒。这个词汇比较简单，发怒就是生气或愤怒的意思。那可能你会问理查老师，那发怒跟生气有没有不一样呢？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发怒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表达。平常说话的时候，你不会说我发怒了，不会这样说，太正式了，太书面语了。一般都说我生气咯，生气是最常用的一个口语表达。发怒算是一个比较正式、比较书面语的表达，说话比较少用说话比较少用好，愤怒也是生气的意思好，我们看句子，我摔坏了爸爸的钢笔，他因此发怒。好，因此就是所以的意思所以你可以说我摔坏了爸爸的钢笔，所以他发怒了。我觉得因此有点像是 because of this 的意思because of this 好，摔就是丢到地上叫摔那坏是一个补语，坏就是 broken 就是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这个东西没有功能了，坏掉了 broken。 好，摔坏就是摔到地上然后坏掉了，叫摔坏那钢笔掉到地上，那如果摔得很严重，那一定会坏掉，对不对摔坏了爸爸的钢笔好，他因此发怒好，愤怒的时候，有些人的呼吸会变成喘气。蓝墨，我觉得你可以说愤怒的时候，有些人会呼吸急促，我觉得会好一点愤怒的时候，有些人会呼吸急促。好，有人知道急促怎么写吗？就是呼吸很快，因为他很生气，呼吸急促。如果你呼吸急促，可能是因为你有气喘，或者是你很生气，所以你会呼吸急促发怒跟发脾气对意思差不多，没问题但是发脾气也比较口语。我觉得发怒这个词说话比较少用是一个书面语的表达，发脾气是一个比较口语平常说话比较常用的。哎呀，爸爸发脾气了，我们平常说话会这样说不是急速，是急促，呼吸急促打给你们看一下好了。好，这个词你们可以记起来呼吸急促就是你呼吸的速度很快，那有可能是你运动过后，有可能是你非常生气，或者你可能有气喘，所以你会呼吸急促有时候我们愤怒的时候会呼吸急促好，呼吸急促急促不是急速好 OK 好 OK， 那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词汇。好，发起这个词汇蛮重要的比较难发起一般是说我们提出并且开始某一项活动，或者是行动，或者是运动。可能学校发起了运动会，表示学校提出要办运动会，而且开始办理这个活动。所以发起的意思是你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 idea， 你有这个想法想要做一件事情，而且你开始了。那这件事情通常是一项活动，或者呢是行动，或者是一些运动会一些运动项目，所以这个都可以用发起发起。比如说老师发起了投票活动。
好，比如说老师想要投票，你们比较喜欢理查老师，还是比较喜欢李灿老师，还是比较喜欢 Ben 老师？我发起了一个 polling， 一个 poll， 我发起了一个投票活动，我 initiate a poll，OK， 投票啊，你们知道投票吗？有时候我们选举的时候要投票，对不对？选你喜欢的候选人啊，所以这个叫投票。你可以说理查老师发起了投票，理查老师发起了投票活动啊，可以的，投票。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宾语啊，一定是要某一项活动、行动或者是运动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学生们发起了募款活动。好，那么发起我们接活动，募款是什么？就是很多人会捐钱，他们可能想要帮助别人，所以会有募款的活动。可能有的地方有水灾，有地震，所以那边有很多难民需要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发起募款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捐钱帮助这些人，募款活动哦。好 ，OK， 好，这个词汇要记起来。发起战争可以的，没问题，可以发起。一般我们用发动啦，战争比较不用发起，是发动战争。哦，发动。如果你们用战争的话，理查老师比较建议你们用发动，发动战争更地道。发起战争也可以，但是发动战争更地道。发动战争，哦，好，好的 ，OK， 没问题，听得懂。好，发起一般会接活动，哦，那战争你可以用发起战争，发动战争，哦，你可以用发动战争，哦，好，没问题的话，我们来考试咯，看你们懂不懂这些词汇的意思哦。好，那么不过在考试前，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请老师喝咖啡，成为老师的会员哦。好，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来考试，第一题。好，老师先念一下今天的词汇哦：发放、发怒、发起。班上太吵了，老师终于什么了？好吵 ，noisy， 声音很大，你觉得很烦，哇，好吵哦 ，too noisy。好，你被打扰了，你觉得噪音太多，你会觉得很吵。好，终于 at last finally， 好，就是最后的意思。老师最后怎么样了？好，老师终于怎么样了？好简单，发怒了，老师生气了。好，你可以用生气，你也可以用发怒。老师终于发怒了，老师终于生气了。哦，好 ，OK， 好简单，对不对？我们来看下一题。对啊，班上很吵的时候啊，老师啊就会觉得很烦，老师会生气的啊。哦，来，第二题，政府下个月要什么？失业保险金。好，政府 the government， 下个月 next month。好，这里有一个词汇哦。失业保险金，失业就是没有工作，保险就是 insurance， 所以呢，失业保险金一般来说是政府为没有工作的人所准备的，政府提供的一种钱，能够帮助没有工作的人，帮助失业的人，这种钱叫做失业保险金。有的国家的政府会有这一笔钱去帮助一些失业的民众哦。好，政府下个月要发放，答对了，表示呢可能有很多失业的民众，政府会一个一个给他们失业保险金发放，发放一个一个的给他们，有申请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保险金啊。好，政府下个月要发放失业保险金啊。好，没问题，很棒。好，我们再来做一题哦。发放、发怒、发起，志愿者们净滩活动。
好，各位同学，在台湾我们说志工或义工都可以，志工或义工，我们台湾是这样说的，在大陆说志愿者。好，志愿者们净滩活动，什么叫净滩？这里的滩是海滩，净是弄干净的意思，所以净滩就是把海滩弄干净。有时候海滩会有很多垃圾，会有一些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像酒瓶，像香蕉皮，像垃圾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要参加净滩活动的话，我们就必须把这些垃圾捡起来，让海滩变回干净的海滩好，净滩的活动发起，好，答对了，很简单发起就是开始计划并开始某一项活动，净滩活动好，志愿者们发起净滩活动，他们希望海滩变得很干净，大家都去那里捡垃圾，而且呢，我们要爱护我们的海滩，对不对？是不是很简单？不难，对不对？这3个词汇不难。我们通过这些题目，我们更了解怎么使用这些词汇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志愿者们正在什么？食物和水。好，可能发生了地震，可能发生了水灾，所以有很多难民，有很多灾民，他们没有水，也没有食物，所以呢，志愿者们、志工们，他们在这里一个一个的把食物跟水给这些灾民。好，那用什么？对，铲子超人好，答对了，很简单，发放。发放就是一个一个的给，把东西物品一个一个给人发放。志愿者们正在发放食物和水，答对了志愿跟义务不太一样义务应该是比如说你的国家你应该要尽的责任，比如说可能在泰国男生必须要当兵，这是你的义务，男生应该要尽的义务志愿是你自己愿意去做某一件事情所以2个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不喜欢当兵，但是他还是要去当因为这个是你要当这个国家的国民应尽的义务所以义务是 duty志愿是 you do something, you are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OK， 非常的不一样这2个词汇。好，志愿者们正在发放食物和水，答对了。好，听得懂吗？义务是你在这个国家里面国民必须要做的事情，或者你在家庭里面，先生的义务是什么？可能是赚钱，他必须养家。那太太的义务是什么？太太的义务可能是要照顾孩子，或者做家务等等所以义务就是你当一个角色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做义务好的，我们来看最后一题。发放、发怒、发起。虽然丽丽脾气很好，但这次她真的什么了？好，这题很简单各位同学，你们的脾气好不好？脾气 temper。如果你的脾气不好，那你很容易生气，或者你没有耐心。如果你的脾气很好，一般来说你不太容易生气，而且你很有耐心，你不会骂脏话，你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脾气不好的人，通常我们说他是急性子，容易发脾气，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脾气暴躁的人，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像理查老师是个脾气很好的人我不容易生气，所以我的脾气很好好，但这次 this time 这次他真的发怒了，好简单，对不对？好，虽然丽丽的脾气很好，但这次他真的发怒了。好，你看他的表情，他生气了，他很愤怒
啊，他生气了，他很愤怒。好，愤怒一般当做一个形容词，他很愤怒啊。好，他真的生气了。所以各位同学会发现，生气跟发怒都是动词，愤怒是一个形容词。我说他发怒了，他生气了，他很愤怒，很愤怒。好，对，脾气暴躁的人哦。好，你们是不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还是你们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希望你们脾气不要太暴躁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了，希望你们已经了解这3个词汇的意思了。老师最后再把这3个词汇念一遍：发放、发怒、发起。对，常常生气的人就像林子说的，很容易长皱纹哦。所以各位女同学，不要常常发怒，不要常常生气，不然你的脸上会多很多皱纹 wrinkles 好，我们下个礼拜见咯。You mute， 好久不见了啊！对，好久没看到你了，要常常来看老师哦。好，下个礼拜见，大家晚安咯，拜拜。